我的娘子是世上最好的铸剑师，她受邀为天下第一宗的弟子铸剑。剑成，那弟子以我娘子为是刀人，将他千刀万剐，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你这一身本事，可不能为他人所用。3日后的宗门大比，手持神剑的弟子夺魁。与此同时，一只剑鬼以信之为剑，劈开了仙宗的山门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我砍柴回来时，整个村子都静得可怕。漆黑的乌鸦栖于枯枝，嘶哑的叫声如同丧钟。真晦气！我微微皱眉，轻弹一颗石子，惊得那乌鸦绕之无依。今天可是我和娘子成婚3年的纪念日。我提着随手猎来的野鸡，欣喜地推开院门。婉宁，今夜我们可以加餐了。血腥的气息扑面而来，阻断了我的话语。我的娘子匍匐在院子中央，胸口被洞穿，身下是蜿蜒的血河。不仅如此，她身上几乎没有一块好肉，雪白的皮肤与猩红的伤口交错，碎肉都散布在身侧，连那张秀美的脸蛋都没能幸免。巨大的视觉冲击击碎了我的理智，脑中思绪交杂，疼得我跪地不起。我的病似乎要卷土重来了。不，现在不行。我强忍着痛苦细行至婉宁身侧，不顾满地的鲜血沾湿我的衣襟，颤抖着搂起她支离破碎的身体。村里的邻居听到了我家的动静，纷纷赶来。2个血人相拥的场面惊到了村人，不少人直接昏了过去。胆大的村长上前来扶住我的肩。今日仙云宗弟子来此除魔，特地叮嘱我们不要出门。令夫人想是遭了魔族毒手，请节哀。方圆10里的魔物3年前就被我杀尽了，哪还有什么除魔的必要？仙云宗弟子，1个月前我就见过一个，那弟子自称是仙云宗天骄楚道白，求婉宁为他铸一柄炎火环绕的绝世冰刃。今日正是建成验货之日。思及此处，我猛然低头观察婉宁的伤口，极细的创口周边是焦黑卷曲的血肉。不会错的，婉宁正是被楚道白持新刃所伤。天下第一的铸剑师被他亲手所铸的剑杀害，何其可笑！老天似乎也在嘲笑我的无能。那只被我投石惊到的畜生在空中盘旋几周，落在血泊中，还嫌弃地扇了扇翅羽。漆黑的鸟瞳映出我狼狈的模样。恍惚间，他似乎开了口：“季轩，你种下诸多恶因，如今终于自食恶果。”我仰天长啸，地上几近凝固的血液仿佛仍在扩散。不消片刻，我已满目猩红。去他妈的因果，报应不敢来寻我，竟伤到我无辜的妻子。村长见我状若疯癫，还想上前安慰，被我扒开了手。不想死，就赶快离开。我清楚地感觉到，我的力气正在外溢。村民们被吓到，争先恐后地离开了院子。乌鸦似乎也感觉到我的不对劲，扑腾着翅膀想要起飞，被我一把扼住咽喉。我一点点撕下它的翅膀，它的嚎叫如今在我耳中宛如天籁。沈婉宁好不容易治好我的病，现在又复发了。这样，你们魔族还有仙云宗，都来做我的药吧。被吃干抹净的药。我有病，自我有意识以来，我便饱受困扰，不好用言语解释，大约是我对所有生命都抱有敌意，不杀点东西就会头疼好久，直到手上沾了血才能缓解。10岁那年，一位云游道人提点了我，他说我是天生剑心，此生为剑，杀生为道。我没有灵根，但每次杀生都能感觉到灵力变强，而且杀的生灵越强，越能长时间缓解我的病。我问道人，有办法彻底根除我的病吗？道人只回了我8个字：只杀为护，本心方明。荒谬！我每次犯病都疼得要命，根本停不下来。你寻得想护之人，问题自然迎刃而解。起初，我把苍生视作守护的对象，专找邪修和魔族干架。结果，我对苍生这个笼统的概念生不出什么感情，反而对找魔族干上瘾了。3天不杀魔族，病犯得更严重。杀着杀着，下界已无人能敌。我本以为这辈子都治不好了，沈婉宁却出现了。往后3年，我从未犯病，亦无杀心。老天爷看不惯我活得好，把我好不容易窥得的一线威名给熄灭了。那我自然要把他的仙门戳儿也扒层皮。
我还清楚地记得楚道白来求见的那日，空中剑鸣铮铮，楚道白在一众弟子的簇拥下御剑而来，引得桃源村的村民纷纷跪拜。那伙人直接破门而入，彼时我正在院子里劈柴，为首的弟子指着我嚷嚷：“大胆凡人，见到道白仙君安敢不跪？”我瞥了一眼仙风道骨的楚道白，不过是个元婴，口气倒是狂妄。我不语，默默干着手里的活。楚道白正视前方，微微蹙眉。几个弟子心领神会，围拥到我身旁：“快给师兄磕头赔罪！触怒天下第一宗的天骄，后果你担不起。”说着便要按下我的肩头。我不动声色地抛下斧子，反手就将那双灵劲的手扭断。断手的弟子惨叫着后退，终于将楚道白的目光吸引到我身上。哼，楚道白轻嗤，一介没有灵根的凡人，杀了便是。耳边响起拔剑出鞘的声音，我只是默然想着，3年没杀人，不知我的剑术有没有生疏。3秒吧，3秒内把他们杀了。我正摆起架势准备应战，屋内却传来一声娇喝：“住手！”沈婉宁急匆匆地从铸剑房中冲出来。他是我夫君，若阁下还想求见，莫要再行无礼之举。他挡在我面前，就像护崽的母兽，真可爱。其实我可以把他们都杀了。沈婉宁只是无言地看向我，轻轻摇了摇头。我了然，行吧，不杀就不杀。一直冷淡的楚道白在看见沈婉宁时，眼神闪了闪。他拨开拥簇着他的弟子，走到婉宁面前：“阁下铸剑功夫了得，这个没有灵根的废物怎么配得上你？我们才是同类。”说着便伸出手想拂过婉宁的青丝，被我一掌扇开：“别碰他，除非这只手你不想要了。”我威胁道。楚道白的眼中染上愤恨：“阁下慎言，我夫君不是废物。屡次出言不逊，阁下请回吧。”沈婉宁几乎咬牙切齿地说出了这句话。失了面子的楚道白脸上青红交加，但不消半刻，便强制自己冷静下来：“在下多有冒犯，请阁下恕罪。此番前来是为求一把绝刃，以便降妖除魔，还请阁下能不计前嫌，为人间苍生着想。”沈婉宁曾立誓不为戕害苍生者铸剑，但必为行侠仗义之事施以援手。楚道白此话一出，沈婉宁不得不为他铸剑。毕竟仙云宗再怎么说也是正道第一宗，始终在抗击魔族的前线。行吧，便来说说你的要求。沈婉宁转身进铸剑房，楚道白紧随其后。与我擦肩而过时，他留下一句轻语：“无知小儿，我必让你生不如死。那便拭目以待。”他确实做到了。他杀死沈婉宁的那日，我本想留在铸剑坊看守，但婉宁却拿出一支信号剑。这支是崇明道人，这支是永成真人，他们都受过我的恩惠，如我遭遇不测，一支穿云箭，他们都会赶来相救。放心去吧，最好给我猎只鸡回来，我想吃烧鸡了。他口中一个个修仙界的大能，最终却没有降临桃源村。也是，谁会为了一份恩惠得罪天下第一宗呢？我笑自己的愚蠢。若我再坚定一点，悲剧就不会发生。3年的安逸竟让我忘了，修仙界从来都是暗流涌动，未曾太平。铸剑坊内只剩声声悲泣。我把婉宁的碎肉也拾掇起来，拼贴在原身，随后寻了个冰灵根的大能，将婉宁的尸身保存于冰中，不腐。开玩笑，我可不想认命。仙门我是要屠的，杀完了，我还要用他们的血肉复生婉宁呢。我冷眼看着地上那滩畜生的尸体，远远不够杀只魔族畜生罢了，药效最多不超过3天。趁我还清醒，赶紧上仙云宗把血祭的大阵悄悄布了，免得疯了乱砍一通，毁了婉宁复生的机会。我俯身，隔着冰层描摹婉宁的身形，献上暂别的一吻。好冷啊！臭打铁的，平时风风火火，现在怎么不吭声了呢？没事，为夫去把那些个仙门弟子通通杀光，用他们的血来暖你。出了院子，我随手折下一株杏枝。当年我们在杏树下互诉衷肠，我感叹3生有幸，与你相伴。你要我只杀，3年来为各路大能锻造无数神兵，
却独独没有为我铸剑，那我只能以此信之为鉴，为你讨回公道。春寒料峭，枝上还只有花苞，我注入灵力，枯木逢春，为我的剑点染上纯白的花朵。情纯洁而枉会兮，姿圣质而无谦。杏花如此，吾妻亦如此。仙云宗近日正举行仙门大比，热闹得很。我腰间别着杏花，身上是最朴素的青衣，登上仙云山，在锦衣玉食的朱门弟子中显得格外落魄。瞧这人，是山下的百姓，这等货色也能来观摩仙门大比，还带了枝花，莫不是看上了哪个仙子，前来求爱了呢？哈哈哈！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？喂，你！一阵飓风骤起，山腰间飞沙走石，随之而来的是一道寒光，将白玉锁住的山门拦腰斩断。门上繁杂的浮雕与那块仙云宗的金匾轰然倒地。我出了剑，烟尘散去，仙云宗的守门弟子被轰然倒塌的宗门压成了肉酱。我转过身，看向絮絮叨叨的几人：“你们是在和我说话吗？”我是真没听清，刚刚药效快过了，为了保持清醒才出了剑。原本我是想潜入宗门后把擂台一斩两半的，不过也没差。事成之后，这座山我也劈了吧。那几人吓得目瞪口呆，腿直打颤。你做了什么？你怎么用一根杏枝就斩断了仙云宗的山门？我晃了晃杏枝，上面一片花瓣都未曾落下。因为我才是剑，兵器不过是我的装饰罢了。跟他们解释不通，我抬脚欲向门内走去。几道暗气自空中疾驰而来，我快步后撤，暗气嵌入大地，泛着幽幽的绿光。仙门正道还喜欢使有毒的暗器。我不屑地看向天空，白衣胜雪的内门弟子依次排开，为首的男子怒喝：“何方宵小，敢在仙云宗放肆！”上一个在我面前飞的，被我撕成了碎片。我笑道：“他们在我眼中就像一颗颗会飞的灵药，吃上一口，几日无忧。”大胆狂徒！众弟子听令，列阵。十几名弟子如同雁群一般变化阵型，时而一字排开，时而散居八方。我也不急，静静地看着他们耍花样。打蛇须打7寸，破阵也要循阵眼。阵起！当头的一声令下，以它为圆心，白色圆阵自天空坠下。我颇有些无奈地舔了舔唇，好无趣的阵法，将阵眼就这么暴露在外。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我五指成爪，对准当头的弟子紧紧一攥，磅礴的灵力将他吸到我的身侧，正好好的被我扼住喉咙。结阵的关键时刻被破掉阵眼，其余所有弟子都遭到反噬，口吐鲜血，重重的砸落到地上。我瞥向爪尖的弟子，早说了别飞，我最讨厌在我面前高高在上的家伙。这人哪还有刚刚趾高气扬的样子，脸色青紫，双手在我的臂上又抓又挠，却怎么都挣不脱我的手。求仙人饶命！几个字费力的从他唇间挤出。我叹了口气，干脆的扭断了他的脖子。蠢货，求饶都不会。我魔气缠身，哪里像仙人了？除了在山门口遭到阻拦，通往擂台的道路倒是畅通无阻。仙门大比真是好看啊，门口都血流成河了，也无一长老出来查看。玩忽职守，该杀！刚进入斗技场，便听到激动的喊叫声。本次仙门大比，仙云宗楚道白夺魁。我皱了皱眉，在欢呼声响起之前，飞身上了擂台。滥杀无辜者，也敢称正道魁首？人群哗然。楚道白不屑地瞥了我一眼，笑了：“你喜欢我赠予你的礼物吗？真是可惜，当时你若在场，我便能大发慈悲，送你夫妻2人团聚。”我也逆着他，尤其是那把剑，通体金红，烈焰气息环绕，10步之内都能感受到灼热。不满的情绪油然而生。真漂亮的剑，可惜不是婉宁为我锻造的。等我救活了他，我必让他为我锻上10来把剑。赤橙黄绿青蓝紫，我日日换着戴。座上的掌门们起初惊疑，但探查到我没有灵根后，语气傲慢无比。楚道白的师傅腹中向我释放出威压，凡人也敢闯入仙门大比的擂台，速速滚开，免得命丧于此。我在擂台上岿然不动。楚道白杀我爱妻，
今日必要为他偿命。楚道白上下打量着不被威压影响的我，腹中已是化神期大能，他释放的威压能将一座村落碾作尘埃。半晌，楚道白露出了然的表情：想必你随身带了夫人挣来的灵宝，真是无用的男人，根本配不上那位惊才绝艳的铸剑师。你的夫人要是识大体，趁早跟了我，怎么会落得如此下场？我握紧了兴致，能不能配得上以实力说话？楚道白，你可敢与我比一场？擂台之上，生死不论。我便是要在擂台上，当着众仙门的面，将楚道白虐杀。众人爆发出刺耳的笑声。听见没？一个灵根都没有的凡人要挑战楚师兄，瞧他也没带武器，难道以一枝花与楚师兄的赤炎剑作比吗？楚师兄可是天生剑心，元婴境界，这凡人怕是撑不过一息。哦，楚道白也是天生剑心，难怪这么畜生，真是期待。这可是我第一次遇见同类。座上的府中府长轻笑，显然十分乐意见到这场面。凡人，你说到白杀你妻子，并无证据，但我等仙门一向通情达理，若你能在擂台上胜过道白，我们便听你诉说冤屈。哼，真是无理的规矩。凡人何其弱小，与修仙者便是天壤之别。没有凡人能战胜修仙者，故从没有仙门残杀凡人的记录。深渊的人被解决了，那还有什么冤屈呢？可惜我并非凡人，我应下你的挑战，也别怪我欺负凡人。若你能在我手下走过3招，便算你赢。楚道白微微颔首，一副老练的样子。你侥幸捡回一条命，却如此不珍惜，你可莫要后悔。仙云宗的岁数都没我大，这黄毛小畜生敢在我面前装蒜？3招？我3招内不打趴下你，都算我走神了。我有些气笑了。自然，希望你能活着走下擂台。楚道白神色一凛，赤炎剑出鞘，裹挟着热风向我袭来。只是他的动作在我眼里仿佛放慢了几千倍。我轻声嗤笑，拙劣的剑技压根配不上婉宁打的好剑。右手轻扬，性之堪堪抵住赤炎剑，借力打力，化去了楚道白的猛攻。一击直刺，被我轻松挡下。楚道白瞳孔微缩：你以性之作剑，有什么好奇怪的？你不行吗？我脱口而出。楚道白收起惊愕的神色，又蓄力一记横扫，烈火环绕的剑刃在我面前划过，却连一根青丝都未触及。第2招一样的拙劣。我笑道：你也不过如此。下一招你会败于我手下。可恶，竟敢小瞧我！楚道白神色阴沉，大量火焰自他剑上燃起。观众席上修为低微的弟子已经感到呼吸困难。神经病真会曲解人的意思，果然天生剑心就是不正常。他这样子是要犯病了。我皱眉，准备接下楚道白的全力一击。一条火龙向我奔涌而来，我闻到了空气中的焦味，这令我热血沸腾。许久没有放开手脚打一场了。流风！我轻吟一声，轻飘飘的一挥信枝，火龙从蛇到尾被展开，须臾化作火星消散。楚道白停在原地气喘吁吁，我已乘风临至他身前，孱弱的木枝裹挟着锋刃，直击他的要害。楚道白反应不及，以赤炎剑作挡，霎时被我击得粉碎。我有些愧疚地看着赤炎剑的碎片，抱歉啊，婉宁，把你的作品弄坏了。倒不是婉宁手法粗糙，而是这剑只攻不守。楚道白这蠢货用它防御，怎么能抵住这世上最锋利的剑？赤炎剑碎裂，剑锋却还未停下，而是直指楚道白的脖颈。嗡！楚道白的护身灵气突然浮现，但在我的剑锋下，也如薄纸般脆弱，裂成碎片，才终于挡下这一击。楚道白脖子上一道血痕，颤颤巍巍地瘫倒在地。可惜再深1寸，便能取他狗命。仙云宗掌门腹中脸色发青，欲下擂台拯救徒儿，但其余宗门秉持着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原则，拦下了腹中。擂台之上，生死不论。副掌门莫要坏了规矩啊！是，小辈打闹，不至于出人命的。掌门都心怀鬼胎，谁不想下一个飞升的天骄出自自己的宗门呢？楚道白占尽风头，
其余门派想除掉他已经很久了。腹中放不下老脸，终究没有动作，但五指紧攥，手心已是血红一片。观众席上的人皆目瞪口呆，他们何曾见过天之骄子败给凡人？这一幕荒谬的令人难以置信。他确确实实没有灵根，为何能战胜楚师兄？莫不是动用了什么邪术？此子必有古怪，请诸位掌门细查。我无视众人的惊疑，缓步向楚道白走去。楚道白哪还有天才的骄傲，手脚并用的爬向擂台外。师傅，救我啊！这家伙有问题！我一剑斩断了楚道白的左腿，血流如注。在场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冷气。而敢！腹中怒喝，飞身而下。有何不敢？我举剑正欲直击楚道白心门，一道刺痛闪过我的大脑，让我稍停了动作。可恶！门口杀的那些弟子那么弱吗？连只魔族的乌鸦都不如。这才过去1个时辰不到，又要犯病了。把楚道白杀了，吃药吧。可正是这一停顿，让腹中有机会向我发出一掌。我侧身躲避，手中的动作却没有停下，只是偏了位置，直击碎了楚道白的金丹。啊！一声惨叫，楚道白疼昏了过去。道白！腹中目眦欲裂，急急忙忙掏出一颗丹药，塞进楚道白口中。啊！没杀掉。我也疼得有些厉害，剑指向了腹中。你教徒无方，先死一步。腹中抬头，眼中闪过狠厉，又迅速退去。我想，肯定是被我这副样子吓到了。我犯病，连魔族都怕。腹中的声音颤抖。你究竟是谁？我默了默，不情不愿地报上了那个名号。见鬼！季轩。世人不知道季轩，但肯定知道见鬼。那个时不时冲进魔族大杀四方的剑修。我很苦恼，明明杀的都是邪修，怎么着也该称我一声剑仙、剑侠。逮住一个小修士问了问，他说我手段太恶劣，与那群邪修不相上下。我咂了咂嘴，回味着魔尊的味道。这届修士和魔族都不行啊！我扔掉杀死魔尊而碎的铁剑，来到桃源村寻访天下第一铸剑师。下界已无敌手，我想跑去上界看看。出乎我意料的是，天下第一的铸剑师竟是个妙龄女子。奔腾的烈火间，她清秀的小脸黢黑，额间薄汗密布，双臂肌肉遒劲，那双柔仪也布满粗糙的裂痕，失了分柔婉，多了分热烈。我把从魔尊身上搜罗的灵石往他面前一丢，我要一把剑，足够锋利就行。沈婉宁眼睛一亮，伸手欲探，却被灵石上的魔气惊得缩回了手。魔气与灵气不能共存，你身上为何两者兼具？他注意到我的异常，我抿唇一笑，谁知道呢？说不定老子是天道。打铁的，你问的有些多了。我以为他会就此退缩，谁知他眉间多了分坚毅。在下铸剑有个规矩，顾客需留下姓名和动机。我不为戕害苍生者铸剑。剑修季轩，此去上界，斩仙治病。斩仙？你疯了吗？铸剑师继续层层盘问。要不是我刚斩了魔尊，状态稳定，他小命就要交代在这里了。其实我不吝于和人交谈过往，只是大多数人见我就跑，无人能和我交心。谁不喜欢情绪垃圾桶呢？我把自己的来历和病告诉了沈婉宁。沈婉宁大咧咧地拍着我的肩：“你就是闲得蛋疼，何须上界？我有办法治你。”我在沈婉宁的院子里住下，并没有期待她能治好我，只是铸剑也需要等待时间。沈婉宁经常冒出奇奇怪怪的话，她问我可有字，我答没有。这样，我给你取一个，伯长，怎么样？她不怀好意的笑。季伯长，我又不傻，少他妈开玩笑。还有用淬炼的火烤土豆，嘴里念念有词。人生的意义就是去码头整点薯条。我懒得切，你吃原形态薯条好了。1月下来，我没有杀人，也没有犯病。建成之日，沈婉宁也有些惊讶。妈呀，你不会真把薯条当人生意义了吧？我看着手里的烤土豆，这1个月和沈婉宁插科打诨，我没怎么想过病的事。云有老道说，寻得想护之人，问题迎刃而解。我想守护的总不能是土豆。
只能是沈婉宁。和他在一起，我就能不执着于治病。如他所说，一根薯条、一粥一饭皆有意义。我不用治病，也可以享受人生。我折断了沈婉宁心断的寒风，用这辈子最诚挚的眼光看着他。他眉眼弯弯，不去了，不去了，留下来陪你。心动就在一瞬间。成年人的世界哪有那么多弯弯绕绕？我们就这么私定终身了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想给自己一耳光。妈了个巴子，你不走就不走，折了老婆送的剑干什么？见鬼！阁下所求为何？腹中知晓我的身份后，声音都在颤抖，语气难得的恭敬起来。我要楚道白偿命，更要治你仙云宗纵图杀人的罪。明知故问。腹中脸色难看，犹豫着不开口。楚道白是仙云宗100年来最出色的弟子，即使金丹破碎，也尚能修补。要他放弃这名弟子，无异于断送仙云宗的未来。这道白是我钦定的下一任掌门，可还有其他法子？楚道白适时转醒，抚着破损的丹田，失声痛哭：“师傅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”腹中满脸心疼，刚欲开口，就被我的话阻断。楚道白，桃源村铸剑师为你打造绝世神兵，你就是如此报答他的。楚道白面上满是愤恨，染血的手颤颤巍巍地指着我：“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我怎么能保证他不会为其他人铸更好的剑？大争之势，弱肉强食。他一介凡人，游走于诸多大能之间，苟活至今已经足够了吧？”我挥去剑锋，将他的手掌截断。楚道白又开始鬼哭狼嚎，腹中眼底满是心疼，望向我时却多了决绝。阁下修炼至此，对世间法则再清楚不过。凡人苦弱，不如趁早投胎转生。你既要为区区凡人杀死有望飞升，则润世间的天骄吗？席上也传来应和声：“不明事理的疯子，白活了上千年。若非那凡女顶撞了楚师兄，怎会惹来杀身之祸？必是其心不纯。我们诛仙宗齐心，还怕拿不下区区见鬼？我环视四周，刚刚还坐看我虐杀楚道白的宗门，现在已群情激愤，不少人还祭出法器在远处偷袭我，被我一一拦下。瞧瞧，没一个仙门手上不沾凡人的血，狼狈为奸、沆瀣一气的修仙者跋扈惯了，我得给他们立立规矩。我是疯子，尚且不杀凡人，尔等名门正派，竟如此罔顾人伦。沈婉宁是我妻子，我为她讨公道，也为死在你们手上的无辜凡人讨个公道。我侧身朝着席间的杂碎挥出一剑，剑气翻涌，卷起残云，凌空而起的光束砸出宽约数十米的裂痕。焦黑的裂痕中，无疑弟子生还，尖叫声响彻斗技场。庶子，尔敢！博道宗、朝霞宗诸位掌门眼见弟子遭到屠戮，目眦欲裂，朝我直冲而来。看见这一幕的楚道白露出兴奋的笑容。诸位掌门，季轩屠戮魔族，早已魔气缠身入了魔，他的妻子亦是如此。我那日斩杀他的妻子，只是替天行道。他掩藏得很好，可如今杀心渐盛，再也藏不住魔气了，像是在证明他所说的话一般。我体内的魔气真的立刻浮于体表。奇怪，魔气与灵力向来在我体内相安无事，从不会这样流溢出来。你做了什么手脚？楚道白并不回答，而是大声叫嚷：“看啊，一个修行者中的败类，还望掌门齐心，共诛妖孽，杀了他，为我仙门弟子报仇！”人群中爆发出对我激烈的声讨：“敢伤我仙云宗弟子，留不得你！”腹中也硬气起来，变出灵气欲朝我攻来。等等，季公子没有入魔。一个少年气喘吁吁地跑上擂台，他是我的救命恩人，身上的魔气是斩杀魔尊时遗留的。玄清，你在胡说什么？滚回去！腹中不耐烦地驱赶着少年。师傅，你也知我3年前被魔尊所杀，但又魂归西来，我字字句句未曾有误。徒儿在忘川畔被季公子救回，也亲眼见他斩杀魔尊。我看着玄清与3年前忘川畔的那个身影重合，他确实是我斩杀魔尊时随手所救，而我的魔气也是当时不慎染上的。原来你是仙云宗弟子。玄清恭恭敬敬
朝我行了一礼：“季公子，救命之恩，无以为报。今日我是要为你洗清入魔的污名。”我摇摇头，太天真了，他还没见过仙门颠倒是非的功夫。修道者魔气入体，入魔是迟早的事，更何况他已杀我仙门弟子，怎能不偿命？玄清，你不分是非，为师对你很失望。腹中言辞正色，仿佛是真心在劝导误入歧途的后辈，可分明是楚师兄伤人在先，季公子只是想求个公道。话音未落，玄清骤然瞪大了眼，看着我横在他身前的信枝。就在他说话的方才，楚道白向他掷出了暗器。若非我眼疾手快，他现在恐怕又要魂归忘川了。一朵杏花被暗器的毒素腐蚀，已化作黑灰，真是狠毒的手段。师兄，你竟想置我于死地！玄清不可置信地指着楚道白。楚道白只是一声轻斥：“师弟，你被妖孽所惑，忘了斩杀魔尊的人是我。”言毕，楚道白从胸前掏出一块紫色的魔骨，这确实是魔尊的魔骨，只是上面的魔气已被除去。3年前是我入忘川斩杀魔尊，以此魔骨为证。你为救这妖孽，竟编造如此谎言！我扑哧笑出声：“楚道白，你连这种功劳都要抢？我且问你，那魔尊修至大成，你一个元婴如何杀的？当时我把魔尊斩成了碎片，并没有处理尸体。或许你现在去忘川，还能捡到一片尸块呢。”楚道白的脸色青红交加：“我能让你的魔气显形，自然有妙招能斩杀魔尊。可笑这二者有什么关联吗？”在场的掌门都对楚道白深信不疑。莫再废话，玄清，若你执意与妖孽为伍，我等只好将你一并斩杀。你们！玄清气得说不出话。你太嫩了，还是别搅这趟浑水，免得我再去忘川捞你。我在玄清脚下布下传送阵，阵起前，我道：“有2件事要交代你。第一件，我不是来求公道，公道是靠自己杀出来的。第二件，今日之后，众仙门将不复存在。来日你开宗立派，莫要走他们的老路，也别忘了请我一杯喜酒。”话音落下，玄清也随之消失在原地。真是狂妄！一起拿下这妖孽！10几名踏入化神的掌门招式凌厉狠辣，默契地封锁了我活动的空间。楚道白在一旁暗戳戳地抛掷一些暗器，如苍蝇般烦人。但就在这方寸之间，他们的招式也被我层层看破。我轻描淡写地架住了猛烈的攻势。唉，废物！1000余年的浴血杀戮，我的武艺以真化境，岂是他们这种高坐庙堂的家伙能比的？不消片刻，我以转手为攻，无懈可击的同时，逼得掌门们节节败退。瘫坐在地的楚道白慌了神：“系统，快帮我开挂啊！引雷劈他！”我不由得皱了眉。系统，开挂，又是陌生的词语。这样的词语只会从婉宁口中吐出。楚道白杀死沈婉宁，必有他谋。我摘下枝上一朵花，朝满头大汗的掌门们掷去。花剑，杏花在半空分裂成片片花瓣，又化作锐利的刀刃，自发与掌门缠斗起来。我以剑心度万物，只要倾注灵力，万物为剑，万物皆可有剑心。掌门和花瓣打得有来有回，我缓步夺向楚道白。他要来了！快啊！楚道白手脚并用的爬行，空中飘来几片紫电翻滚的云，悬停于我上方。轰隆一声巨响，雷霆坠落在我的肩上，青衣变作黑灰，内里溅出血花。我闷哼一声，原来雷劫是这种感觉，有点疼。我没有灵根，没有境界，自然从来没引来过雷劫。如今异常滋味，也算满足了我的好奇心。哈哈哈哈！你该死！楚道白匍匐在地，仰天大笑起来。我撕去肩上焦黑的衣服，露出外翻的血肉。楚道白的笑声止住了，被劈的焦黑的血肉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再生，很快已恢复了白皙。这可是天道射下的天雷，没有修道者可以全身而退。他下的结巴，我却笑了。我增生淡魔尊血肉，味道极差，但效用还算不错。修道者的雷劫对我有什么用？更何况
魔尊的恢复能力更是其中的佼佼者。你果然是魔族，混账！还在雨花打得有来有回的腹中骂道。我无视他的喊叫，伸出食指点在楚道白额间。我且问你，你杀神婉宁究竟有何目的？灵力顺着我的指尖流入楚道白脑中，亦化作刀刃凌迟着他的神经。楚道白涕泪横流，凄声苦叫。他每叫一声，我灵力便在他识海中深入一分。疼得快要昏厥时，我又让他再次醒来。这有什么？我每次犯病都疼得肝肠寸断。年轻人果然不行。我说，求求你停下！你老婆和我都是穿越来的，我杀她是为了抢她的系统。原来他与沈婉宁初见时的那句“我们是同类”是这个意思。他们来自同一个世界。杀！我并没有停下灌输灵力，反而让灵力游走于他的四肢百骸。你分明将他千刀万剐，如此酷刑，你也该尝尝。楚道白口吐白沫，全身经络被我斩断，识海也被捣碎，已是个再也不能修炼的废人。在楚道白识海的最深处，我看到一抹蓝色的荧光，伸手探取，它自动融入我体内。这就是系统。抱歉，我没有保护好婉宁宿主，他已经第2次死亡，我无能为力。许是怕我一把捏碎他，系统主动找我搭话。想必刚刚我的魔气不受控制的泄露，也是他的手笔。我冷笑，没指望你，你要有用，他就不会死了。系统沉默了。我望向地上被废的楚道白，修为没了，还不够。我数过了，沈婉宁身上足足有152道伤口，这畜生自然也不能少。我在剑刃也附上焰息，每一剑都是烈火灼心的痛苦。楚道白的尖笑声响彻擂台，哀转9绝。刺到150刀时，楚道白已是个口不能言的血人。腹中终于突破了剑花，拧起一掌，全力拍来。魔物，还我徒儿命来！我亦没有躲，2掌相持，掌风震散了其余几位掌门。敢与我对掌，你是第一个。不等腹中反应，灵气倒灌入他的躯体，从那儿外爆出蟹花。腹中如同断了线的风筝，直直飞下了擂台。这一掌同样震碎了腹中的丹田，修为已废。我满意的笑了笑。第152刀，我刺向了楚道白的心脏，并且将其切成了肉酱。一直咿咿呀呀的楚道白终于彻底没了声息。其余掌门面面相觑，再不敢上前一步。浑身浴血的我回头，犹如地狱恶鬼。轮到你们了。就在我要将他们一一了结时，一只黑羽划过我的脸颊。我拂去脸上的血珠。原本晴空万里的天空，如今已黑云密布。云层上是乌压压的魔族。为首的女子裹着一袭玄袍，活像在守丧，有些面熟。半晌，我才惊觉，这不是魔尊的夫人魔后玄羽吗？季轩，你接连弑杀我夫君与胞弟，今日便与这众仙门一同化作灰烟。我皱了眉，他弟，难道是那只被我撕了的乌鸦？那畜生当面挑衅我，他不死，谁死？那只乌鸦简直是下界找死第一人。玄羽抿紧了唇，素手轻扬，众魔位列八方。仙云宗掌门已废，今日正是魔族一统天下的好日子。诛仙阵，列阵。晦色的法阵映在天空，黑雨垂落，仙门弟子触之即死。掌门们结了个小阵，勉强自保，冷眼看着自己的弟子化作血水。玄羽放肆的大笑起来：“我魔族大仇得报！”尖利的笑声让我微微皱了眉。你向你牛魔酬兵？从婉宁口中学到的脏话脱口而出。我割开手腕，滴血渗入大地，唤起我提前布好的血祭阵。不能再等了，再等祭品都要化作魔族养分了。大地变得血红，浮现出笼罩整座仙云山的法阵。天上的黑阵应声而碎，万物都被包裹在血红之中。这是血祭阵！众人惊呼。既然来了，就别走了。我来教你们什么是真正的阵法。我笑他们在关公面前耍大刀。血阵成型，一些往事也流入我脑海中。某天夜间，灯火晦暗，沈婉宁曾笑着问我：“若我身故，你会要天下人陪葬吗？”言罢，他自知害羞，
捂住绯红的脸：“你可别学那话本子里的男人，动不动就屠尽世人了，纯粹是神经病。”我拥他入怀，顿觉胸前一片柔软。我才不干那缺德事呢！我只会把仇人挫骨扬灰，另寻法子救你。后半句我没有告诉他，凡人既无灵力，也无魔气，若我想复活你，灭杀一座仙山或魔窟即可。玄宇咬牙切齿：“你想让死者复生？天道难容，那就让天道来找我。”我淡淡的说道：“若天道真公平，为何把我的业报塞到婉宁身上呢？如此看来，天道不公，或许压根不存在。血迹阵吸收的生灵魂飞魄散，不得入地府转世。”玄宇领着魔族向天空奔逃，掌门以弟子为垫脚石，苦苦支撑。一出逃亡的好戏在我眼前上演。片刻之后，他们自知一切皆是徒劳。血迹阵的阵眼即是布阵者，他们不杀了我，出不去。我向山门口的弟子们道歉，以施术者为阵眼，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只是他们太不堪一击了。玄宇眼珠咕噜一转，飞到了朱掌门身侧：“诸位掌门，咱们暂化干戈为玉帛，一同杀了这怪物再论战，如何？”走投无路的掌门无奈点了点头。我兴奋地拍了拍手：“哟，仙门和魔族合作真是难得。不过也是，草菅人命的一丘之貉，是该聚在一起被杀掉。”博道宗掌门胸口剧烈起伏：“如今草菅人命的，分明是你。”“不是啊。”我无辜地摇头。“你们自诩高高在上的修道者，哪里肯把自己列入人的行列呢？”仙门众人哑口无言。恼羞成怒的他们召集剩下的残兵，连仙云宗的外门弟子也聚到了这里。黑白相间的修士和魔族仿若不要命的死士，前赴后继地冲来。都是杂鱼，但架不住人多。我把信枝别在腰间，爱怜地望着他一眼，随后气沉丹田，将灵气、魔气、戾气通通凝合，直冲天阙。耳边嘈杂的人声远去，徒留下杀声。满目猩红中，血肉之躯皆化作带菇的酒肉，舌尖腥甜之气蔓延。我眸中血光一闪，人已无影无踪。一道血影游离于人魔之间，所到之处，生灵皆被拦腰斩断。此刻唯有见鬼，不存季轩，消失了。只此一句话的时间，人数已损失10之5、6，大多数人下半身还直立着，成为人肉喷泉。饶是玄宇这种杀人如麻的魔族，看到如此地狱景象，也不由得干呕。“怪物，你究竟是什么怪物？”玄宇话音未落，也被我折断了头颅。只余下1/10的仙云宗弟子缩在一起，瑟瑟发抖。我扬起嘴角，抬手要将他们也杀死。弟子们绝望地闭上了眼，痛苦并没有如期而至。一名胆大的弟子睁开了眼，金光拂过他的脸颊，鹤发童颜的老者隔开了他与我。挡在我面前的，正是幼时提点我的老道。“你疯了吗？”老道声音威严，带着隐隐怒意。“没有。”我摇头，我很冷静。老道一愣，他以为我成了见鬼就会失去理智。犯病的时候姑且算是吧，但现在是我主动选择的。整座仙云山3万余人魔，皆丧命于你手。你想做什么？当然是复活我的亡妻。我面露嫌弃，这老登明知故问。杀人偿命，天经地义，这不是您定的规矩吗？天道大人，你原来知道。老道沉默着闭上眼。我也才刚知道，下界无人能挡我一剑，上界仙人轻易不能下凡，唯有统领一切的天道能自如穿梭，也有实力挡住我一击。幸存的弟子抱住了老者的大腿。“天道大人，救救我们，诛杀这怪物！”老道紧闭的双眼半睁开，既像慈悲的神，又像在藐视蝼蚁。“此子乃天道杀心所化，不可杀之。但老朽既为天道人心，自然不会对你们坐视不管。”“哦豁，我还真是天道，这个我是真不知道。”“季轩，杀害你发妻者已伏诛，难道仙云宗数万弟子皆沾染人命？莫要徒增杀孽。”老道当场开始和稀泥。我冷笑一声：“错了，他们都是帮凶。你以为他们是在捍卫仙门尊严？
不，他们在维护自己为非作歹的权利。那么多手上尚且干净的弟子，在我没有威胁他们生命的情况下，依旧前赴后继来声讨我。他们对师兄弟的污浊一清二楚，甚至恨自己不能做得更狠了。我挑起幸存者的下巴，感受他的金句。你说的无辜者啊，都在想着弱肉强食，适者生存。那我是强者，自然有资格剥夺他们活着的权利。老道气得怒目圆睁，妖言惑众。别急啊，天道大人。我出声打断他，你也别假惺惺做样子了。凡人被虐杀时不见你，我岂正时不见你？等仙门人才零落，你才不得不现出真身，无非是怕下界仙门衰落，无人跪舔你罢了。这算哪门子人心？刚刚是我疏忽大意，被突然出现的老道挡下一击。若我全力迎战，他不是我的对手，故一直藏匿至今，迫不得已才出手。笑死，谁还不是个天道化身了？老道身形一晃，勉力站稳了脚步。他无奈叹了口气，枉我费尽心思想渡你罢了。你想要如何？念在您对我有恩，为杀生的仙门弟子的魂魄，您可以带走。希望您好生教导，莫要再养出一批草菅人命的人渣。我直视老者，一字一句地说道。至于染上杀生罪孽的家伙，我要他们魂飞魄散，不入轮回。灵力和魔力均用以复活我亡妻，没意见吧？老者沉默地点了点头，落下一滴泪来。大地金光灿烂，一些魂魄飞出，聚集在老道身侧。诺，看见了吧？也就1/10不到。我冷冷嘲讽道，反手汇集了醉魂的灵力，比他身侧的魂魄要多得多。老者没理会我，只严肃地凝视着我。老朽已如你所愿，你也要回老朽一礼，从此以后再不入上界。说这话时，老者释放出骇人的威压。那是您的地盘，我绝不打扰。我笑道，哪有什么人性，他帮我不过是想让我安分留在下界，别上去搅他的局。寻得想护之人，也是寻一根把我拴在下界的枷锁。无所谓，我本来就对上面没兴趣。老头化作青烟离去。我带着上万修行者的灵力来到宛宁的冰棺前。3日不见，如隔3秋。我咬破手指，在冰棺上画阵。片刻后，血痕带着灵力渗入宛宁的身体。这时候应该说些什么？宛宁说他曾读过一本神王救妻的话本子，里面说的是复活吧，我的爱人。我难堪地捂住了嘴，好羞耻。冰已经化了，但宛宁没有醒来的迹象。我握住他冰冷的手，眼眶蒙上了一层雾气。宛宁，别他妈睡了，我给你烤的鸡都凉了。难道是没杀够？果然还是不应该把那1/10送人的。我握紧了拳，掌心渗出血珠。宛宁，只要你醒来，我改名纪伯长都行。真的吗？沈宛宁猛然起身，把我撞得头晕眼花。假的！我气得咬牙切齿。臭婆娘，害我担心那么久。系统眼见宿主醒来，一溜烟跑到宛宁身体里去了。哎呀，童子，真没想到还能见到你。沈宛宁安详地拍了拍胸口。宿主，都是我的错。我不知道那个楚道白也是穿越者，还妄图强占我成为气运之子。为了补偿你，我现在就能带你回家。系统的机械音带上了哭腔。你要回去哪里？我有些紧张。虽然我知道他不属于这个世界，但我也不愿放手他。沈宛宁嘴角噙着一抹笑。我的任务是成为闻名天下的断剑师，世间只要还剩一人不知我的名号，都不算成功。系统还想发言，我剜了他一眼，他识相的闭了嘴。早知道就该一巴掌拍碎他。系统，谢谢你的好意，我现在还不想回去。他挽起我的手，我要留下来陪你。老夫老妻的，一番话竟让我脸红发烫。沈宛宁还凑到我耳边，摩挲着我的耳垂。他吐气如兰，带着点气泡音。宝贝，想要什么奖励？我顿时觉得气血上涌，声音也微微颤抖。什么都行。我要你给我打好多好多剑，赤橙黄绿青蓝紫，我要换着戴。一阵诡异的静默。沈宛宁的表情有些扭曲。你他妈是油盐不进啊！沈宛宁说她死后见到了一个橘色衣服的男人，
上面写着24。他只听到一句孩子们，便被我从死亡边缘拉回来了。鉴于他满嘴跑火车，这条我也不确信是不是真的，但他确实给我打了不少箭。大汗淋漓时还能给我抛媚眼，撸起袖子展示他的肌肉。Darling， 快看我坚实的 muscle。听不懂，不过晚上抱着还是非常柔软的。那些箭五光十色的，我能带着10天不重样。偶尔有人来光顾他的生意，提出要和我比剑，女修我就用粉色的剑应对，男修就用蓝色的剑应对，还有些我不好说，就用黄色的吧。他想念过去的生活，我就破碎虚空带他回家。屁大点事，给系统说的，我以为难如登天呢。沈婉宁在他的时代用一种叫手机的法器和闺中密友聊天。我老公姓纪名宣，字伯长，24岁，是剑修，尊都假都，尊都亲身体会。我眼前一黑，这个梗能不能过去了？番外忘川往事。闲来无事，我给沈婉宁讲我斩杀魔尊的光辉事迹。茫茫忘川滨，幽魂永不宁。生与死的交界处，总是飘着迷蒙细雨，寒意穿心而过。我紧了紧身上的蓑衣。又一批王者要渡忘川了。我望向烟霭缭绕的江面，举起竹竿抛向远处。平静的忘川荡出几圈涟漪。等下，沈婉宁打断了我。忘川里有鱼吗？没有啊，大概只有水鬼。那你岂不是要晕了？沈婉宁神情严肃。我扶额。你的关注点还是一如既往的独特。不过我狡黠一笑，钓鱼佬永不空军。谁说我是来钓鱼的？这位小友，你这是在……身后10米处，一男一女并肩立，在忘川垂钓，确实是一件惊世骇俗的事。见我不语，男子上前几步，有意无意地拉近着距离。忘川并无活物，你想要钓取什么？那自然是……我应声收起鱼线，一枚铁质鱼钩破水而出，泛着寒光，上面并无饵料。愿者上钩。男子瞳孔微缩，迅速凝聚力量，化作利爪，直击我颅脑。斗笠被洞穿，撕裂血肉的触感却没有如期而至。男子惊愕地回过头，与正在解开蓑衣的我对视。我笑了笑，等你好久了，魔尊。还有你，魔后玄羽。鱼上钩了，不枉我等了3日。你为何知道要在此蹲守我？魔尊十分戒备地将玄羽拦在身后。整个下界都知道，你为了治好夫人的心疾，需签名修士的心脏以及忘川水入药。近几日忘川渡魂大增，我想你也是时候来取忘川水了。玄羽神色苍白地咳了几声，引得魔尊一阵心疼。夫人，且再忍忍，我即刻杀了这修士，为你炼药。魔尊咬牙切齿地要招出武器，却被玄羽挡下。来者不善，不如先问问他想要什么。自一见面，玄羽便想探查我的道行，可惜他看不透。魔尊不情不愿地向我行了一礼。敢问阁下尊姓大名？本尊愿以天才地宝与阁下交好，还算明事理。剑修季轩，此番前来也是为求一味药。魔尊面色舒缓了许多，不知阁下所求为何？若魔界存在此物，本尊必定双手奉上。自然是有的。我不动声色地拔剑出鞘，那便是你的命。话音未落，我已乘风破至魔尊面前。魔尊反应也极快，魔力催成利爪，抵住了我的剑势。电光石火间，他还布了个结界，护在玄羽周身，真是伉俪情深。敬酒不吃罚酒，不过是个凡人，竟妄图挑战本尊。魔瞳中充盈着恼怒，利爪骤然发力，将我弹飞。我轻点地面，还未落稳，带有腐蚀性的魔力弹便接踵而至。所到之处，大地溶石。你果然比低等魔修有意思，药效必定不错。我止住脚步，以剑格挡。剑不过是最普通不过的铁剑，不消2下就被腐蚀的不成样子。我素来不在武器上下心思，能用就行。如今看来，我或许需要一把配得上我的剑。魔尊收起攻势，佯作朝我扑来的架势，却在临近时与我擦肩而过。他的目标一直是忘川水。我不悦，不把我放在眼里。
旋即，我一只手擒住魔尊的臂腕，狠狠往地上一灌。悬空的魔尊失去平衡，重重摔在地上，巨望穿颈一步之遥。另一只手凝出血剑，朝玄宇挥出一道剑气，不仅击碎了结界，余波还将玄宇震飞数米开外。再跑！我冷冷地道：“看看你跑得快，还是我的剑锋快？怎么感觉你才是反派？”沈婉宁愣愣出声。我讲到兴头上，被打断，很不爽。反派？哪能啊！我这个人心善，见不得别人受苦。玄宇被心疾折磨几百年，我给他个痛快怎么了？好好好，然后呢？沈婉宁迫不及待地追问。你看，又急。然后啊！玄宇在地上滚了几圈，满身尘土，嘴角渗出嫣红。夫人！魔尊目眦欲裂，释放出的魔气顺着我的手攀附而上，迅速渗入骨髓。我下意识一惊，松开了紧抓魔尊的手。挣脱我束缚的魔尊瞬移到玄宇身边，我无暇顾及他们在说什么。修士一旦魔气入体，要么入魔，要么死路一条。当务之急是赶紧把魔气驱出身体。可魔气如同复古之居，无论我怎么调动灵力，都无法将其清除。祸不单行，脑中如有针刺绞动般刺痛。我已在此蹲守3日，想来上次的药效果了，该吃药了。远处的玄宇已几近昏厥，魔尊双目猩红。该死凡人，我要你魂飞魄散！魔尊的怒吼逐渐扭曲成奸笑，他的身躯膨胀变形，化作一只顶天立地的巨蛇。利齿淌下的毒液连魂魄都能腐蚀，躯体卷曲，连山脉都能搅碎。真是威风！我看向被魔气侵蚀的溃烂的右手，想必他在魔气中混入了蛇毒。蛇毒该怎么解来着？我不由得舔了舔嘴唇，希望他的蛇胆能好吃些。在我眼中，惨白的忘川畔已变得血红。我看见哀嚎的亡魂，徒劳地撕扯魔尊，撕扯我。一条条染血的手自黄泉中挣出，漫过我的足腕，攀上我的肩头，是要将我也拉入地狱。我听见鼓角狰鸣，金戈之声，他们带来杀戮，他们诉说死亡。当魔尊至强的一击袭来时，我闭上了眼，希望这是最后一次。婉宁、瑞平，既然这样，一开始用见鬼形态作战不就行了吗？去！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终于恢复意识。入目是散落的蛇骨残骸，浓绿的蛇血污染了一部分忘川。忘川畔的灵草林直径树被啄去一半，川上浮岛也消失无踪。想必我与魔尊之间有一场大战。糟了，这次玩的有点大。忘川对面不会派人来问罪吧？我急急忙忙地捡起竹竿，转身就想跑，可那梅鱼沟依然泛着光，忽明忽灭。我蹙眉，既然爬上来了，何不现身？微光落地，化作人形的魂体，是一个未及弱冠的少年。诺，我才没空倦，这不是钓上来东西了。虽然不是鱼，少年自称是被魔尊所杀，刚入忘川就被我的钩子吸引，索性附在其上，希望我带他重返人间。小伙子哪都好，就是说话哆嗦。你是我师父所说的见鬼吗？什么玩意？我声音拔高了几度，吓得小伙子脖子一缩。我斩妖除魔，怎么的也得叫一声剑侠、剑仙吧？可你把魔尊生吃了。我咂了咂嘴，苦涩与心甜交织。我那是为了解毒，可你把魔尊生吃了。而且没有修仙者魔气缠身，还能活。我瞥见溃烂的右手已恢复了正常，体内灵力与魔气各自流转，相安无事。别吵，我在思考。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，不想了。我把少年的魂魄放回了现世，爱去哪去啊，没管。临走时我问道：“你知道哪里能买把好剑吗？”少年答道：“桃源村有一铸剑坊，天下闻名。”你身为剑修，居然不知道？他的眼神染上恐惧。你果然不是正宗剑修。我差不多得了，早知道让你烂在忘川了。行吧，先去桃源村买把剑。那之后就是我们的相遇了。故事讲完了。沈婉宁沉吟片刻。我对魔尊的评价是：战前宣言他最狂，扑克牌里大小王，犀利的、准确的，
一针见血的。我摸了摸干瘪的肚子，饿了，去拿个烤土豆来。If you want it， 如果你想要，得自己来拿。这规矩你早就懂的。沈婉宁高高举起烤土豆，指腹在薄唇上抹撒。我想也没想，就吻了上去，轻轻舔舐，缓缓咬合，酥麻的感觉涌遍全身。沈婉宁面红耳赤，呼吸逐渐急促炽热，手上不经意间脱力，土豆稳稳落在我怀里。计划通。得逞后，我欲离去，却被意犹未尽的沈婉宁咬住了唇瓣。别这么不解风情。我留恋地看了一眼烤土豆。本来想吃完再陪你玩的，不过风情如许，不可辜负。我的双手附上她纤细的腰肢，怕痒得她因鸣声不断。白皙的锁骨上留下我的痕迹，犹如桃花般灼眼。这次是我无可忍耐的向下行进。沈婉宁很敏感，一举一动都能有所回应。好了好了，我不满地从她的脖颈中抬头。你非要勾我，现在又说好了，好不了一点。那去屋里。行。全文完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故事，喜欢就订阅吧。